想在3个月内考到雅思7分吗？我真的办到了！今天我会分享完整的备考记录，还有超实用的免费资源，让你少走冤枉路。今天的影片会分成几个部分，先讲说雅思是什么，为什么要考雅思，那要考雅思还是考托福呢？然后要不要补习？最后再分享我的考试小秘诀，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如果你也想要考雅思，但是不知道怎么准备的话，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一点方向。先讲一下雅思是什么好了。雅思呢是全球认可度最高的英语能力测验之一，主要是用来留学、移民跟求职。考试分为4个部分，听说读写，主要就是要测验你的全方位能力。如果你要申请英国、美国、加拿大或欧洲等学校的签证，通常都需要雅思成绩。那为什么要考雅思呢？其实我一开始的动机很单纯，就是因为我想要去交换，学校规定要申请欧美学校的交换资格需要雅思或托福成绩，所以我升大3的暑假呢，就开始比较这2个考试的差别。看完官网和一些影片的考试结构介绍之后呢，我就直接去写模拟题了。写完的心得就是2个考试的难易度差不多，但是考试的形式上让我觉得雅思稍微简单一点点。为什么呢？先说托福，它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超级听力考试，除了 reading，基本上你的 writing 跟 speaking 都包含听力。有一个部分呢，就像说他会先播一段对话或者是一个文章，然后你要先记录下它的重点，说可能双方观点一样啊还是不一样。你的角色呢，就是要当一个记者去报道给其他人听，用讲的或者是用写的。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难，加上口说它又有计时，说30秒就要讲完，你要在时间内发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反观雅思呢，它的口说是面对真人考官，所以有一些自然的停顿是可以接受的。加上我小时候考的是剑桥英检，就是习惯跟真人老师或考官对话，所以我选雅思。Reading 部分的差异呢，就是文章的选题内容。托福大概就是会包含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这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题目，而雅思的主题呢就会比较是包含像动物保育啊，然后时尚产业、艺术或科技这种比较偏生活类型的文章。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天文地理的题目，但是遇到的频率就没有托福那么高。雅思唯一的缺点就是题型比较多样，像是填空题、配合题就没有办法猜答案。但是整体评比下来呢，我还是觉得雅思稍微亲切了一点点。除了考试的选题内容啦，然后题型啦，最后一个影响我的就是考试的形式。像托福只有电脑考，那有鉴于我的打字速度不快，然后精准度又不够高的状况下呢，我就选择雅思的手写考。但当然雅思也有电脑考，所以就看你怎么选。再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补习。先说明一下我的英文背景好了。大一的时候，因为我的多益700多分，差5分就可以免修，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再去考一次。我还蛮想要金色证书的，所以我就把这2本写完之后，我就去考试了，大概1个半月吧。最后结果出来是910分。我觉得多少因为我读的是财经系，我们都用原文书上课，所以商用英文对我来说不陌生，所以也不难。好，那有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也有想过是不是雅思自己读就好了。最后的结论是我的听力跟阅读应该是可以，但是写作跟口说我需要老师，因为多益的 level 跟雅思的 level 大概是，这也是多益吧，如果不考缩写的话，雅思在这里，所以这个差距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很快就可以跳上来的。加上考一次的报名费就是7300，现在好像涨到7500。虽然我考的时候是6800，刚好跟上一个什么优惠500块的季节。我也是很大胆，还没有完全确定雅思到底要考什么时候，我就先报名了。那现在回去看呢，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又因为学校9月就要申请，有点时间压力下呢，我就决定找老师应该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因为毕竟6800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丢到水里的一个数字，重点就是达到目标比较重要。那在这边呢，就是先感谢我爸妈的赞助。我的备考规划呢，就是先报名，你就会读书。
这句话呢有一半是真的。确定要补习之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也很重要。我上过2-3个老师的课，建议大家也可以去试听和试上一堂之后再决定。很好笑的是，我一上课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离考试剩3个月，请救救我。现在回想起来，老师应该都很傻眼，然后觉得这是哪里来的发疯学生呢？从报名到考试3个月呢，我总共上了12堂课，主要都是 focus 在口说跟写作。阅读跟听力呢，我只有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去找老师。前面2个月呢，就是2周跑一次模拟考。我必须说我前面还蛮混的，就是1周大概只看英文2到3天，就是看考试的书，然后甚至是作文都是上课前1天才写出来。第2个月开始比较熟悉考试的流程，才写得比较顺手。那最后1个月呢，就是1周跑大概2到3次的模拟考。考试前我算过，我总共只写了10回完整的模拟考。后面会分享各科的准备心得。可以跟你们说的是，考前1周我人还在北海道玩，早上出去玩，晚上呢回饭店就是乖乖的写模拟考。我不建议大家这样玩自己，如果会紧张的话呢，还是待在台湾好吗？接下来就是实用的网站跟 App 分享啦。除了官方的网页跟 Official Guide 要去看，还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使用嘛，像 YouTube 如果你现在在看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然后我之前会看的就是 Simon 的雅思口说分享，他的频道有很多影片可以去参考。口说的录影会是什么样的模式，然后你可以去听他们的回答，然后如果有喜欢或者是你觉得好用的模式，你就把它记下来。阿滴也有拍过考雅思的流程嘛，所以也可以去参考。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网络上的影片太多，就不是系统化，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上课的话，可以建议去找你的资源。如果你想要我的老师，那也可以去 Instagram 私讯我。第2个要推荐的呢，就是 Spotify， 你可以用它来听歌嘛，然后 Podcast、TED Talk跟 BBC 新闻都可以，或者是就是找一些你喜欢的主题，尽可能去 input 多一点的英文资讯，因为环境确实会影响你的进步空间。至于手机界面要不要改成英文呢，就是看个人，我是没有改，因为我觉得像前面刚刚提到的就非常够用了。如果有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朋友，那是最好的选项。再来就是我很喜欢看美剧Suits 无照律师，这部剧呢有9个 season， 那重看的时候呢，我已经知道它的剧情在讲什么了嘛，所以我就可以 focus 在他说了什么，然后怎么说，那要怎么去模仿他里面讲一些很口语化的句子可以拿来用。因为这部剧的主题是法律嘛，你听久了你就会对他的讲话的结构啊，然后逻辑就会有一种语感。平常在开车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呢，我也会喜欢就是打开你的耳机，当你可以听得懂歌词在说什么时候呢，恭喜你，就你的英文有很大的进步，而且这个进步是你自己会有感觉的。第3个要推荐的呢，就是雅思哥，不得不佩服一下我们东方智慧神秘宝库。中国那边呢更新题目非常的快，所以如果你可以避开换题的高峰期的话呢，有很高的几率在考试的时候你可以遇到你练习过的题目。后面呢我会再详细说那这个网站的资源有什么，还有我当时是怎么使用，让大家可以更有效的准备考试。第4个资源 ChatGPT， 我们这个时代呢一定要懂得利用 AI 来帮助你的每一件事。 ChatGPT 呢在改作文方面其实给我了一些帮助，你把你的作文放进去，然后跟他说你要改，虽然你会发现呢 AI 有一些他自己的说话方式，但是你可以跟他说要用你的语气去改这篇作文，结果出来呢就是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平常不会用的字啊，厉害的字啊，就是你可以拿出来实战用。厉害的字对考试是有加分的效果，但要记住不可以使用太多，不然考官可能会发现那不是你自己的东西。第5个资源呢就是 iOS Extreme， 是一个网页，这个网页提供了听说读写各项资源，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阅读检讨。假设你要找官方18的第1回的阅读的第1篇文章的第几题，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案里面的详解解释说这个答案是为什么，因为文章里的第几行的哪里说出了什么原因，所以这个要填什么答案。这个网站那时候帮我省了很多钱，因为我就可以自己检讨，我就不用一直花补习费去请老师来解释给我听。唯一的前提，它的网站都是英文的，所以如果英文阅读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会是个非常实用的工具。第6个呢就是 IELTS List， 这个网站我主要就是用来对照我阅读跟听力的分数。如果你想要知道你错几题然后大概会得几分的话，你可以找到跟考试相近的分数，降低你的焦虑感，可以参考使用。最后一个资源呢就是 Burning Vocabulary， 这个网站其实用免费版的就非常够用了。安装之后，当你在网络上任何地方看到英文单字，你只要不懂你就点2下，它就会出现一个波浪，然后会念给你听，也会自动储存这些单字。只要你每次在其他地方遇到同样的单字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波浪底线，然后就是可以提醒你，让你再一次复习。再来就是各科介绍跟练习方法啦。 Listening 的部分呢，有选择题、多选题、填空题、配合题跟地图题。拿到题本之后呢，一定要先看题目，你才会知道等一下要听的是名字、数字还是地址或动词。因为我是手写考嘛，所以看到关键字就可以直接圈起来。听力40题，从简单到难，一开始会是对话，最后会是一篇文章。我觉得雅思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有太多的口音，基本上只有音腔跟美腔。雅思出题呢是照顺序的，而且非常喜欢同义字，换句话说这种。所以在听的时候呢，你只要有听到跟题本上写的同义字，那这边就是提示你要小心，答案会在这附近出现。如果不小心稍微分心了呢，请你果断的放弃前面的，继续认真的听下去，这样才不会没有听到后面的。记住，写题目我们追求的不是全对，是你有几题可以错的空间，这样你的心态才不会一直很紧绷。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像第三人称跟复数要加 s， 动词是不是过去式要加 ed， 这种粗心小错误一定要避免，因为雅思错就是错，它要精准的答案，它没有在跟你扣一半的。千万不要在这种地方失分。就是我们不是都学美式英文嘛，所以 Z 呢就是念 Z， 那英式英文的 Z 呢念什么？念 Z， 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写完检讨题目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找出你自己比较弱的题型。那像我呢，就是多选题，在选第2个答案的时候会不太确定要选哪个答案。错的呢或不确定的题目呢，就是在检讨的时候再把那一段的听力再听一次，去听你刚刚没有听到的细节。如果真的还是找不出来的话呢，就可以去找逐字稿，然后去分析比对，说刚刚他要的答案是什么呢？在哪里讲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会没有听到。 Reading 部分呢，有3篇长文章40题，一样会有选择题、填空题、配合题，还有我觉得很难的 heading 跟 matching 题。难度比较高呢，是因为只要错了1个或2个，那很容易就会整个题组或整区全错。 Heading 跟 Match 题主要就是说你要找段落的主题跟寻找特定资讯的段落。那另外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呢，就是 True, False and Not Given 题。这个题型很考验逻辑思维，一开始我也对 False跟 not given 很困惑。如果文章有很明确说某件事情那个题目的叙述是对的，那你就选 true。 题目的叙述呢是错的，因为可能是其他原因，那你就是可以选 false。 文章你找不到相对应的叙述的话，题目的叙述你就只能说你不知道，就要选 not given。 这边很 tricky 的呢，就是很容易你会自己想要脑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选择 true 或 false 了嘛，这样就很容易会错。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要去找有没有明确的 yes 或 no，没有的话就是 not given。 我的做题策略呢，就是先看题目再看文章。如果题目呢里面有人名、年份或者是数字的话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点，那你回文的时候就可以很快去找定位。然后还有一个小 tips 呢，就是雅思很喜欢考某某教授说了什么，几个人的观点是不是一样，有人名出现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检讨的话呢，我会把每一题错的原因写下来，可能是题目没看懂，误会题目的意思，或者是没有看清楚
楚文章可能是低级错误。写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你下一次要改进的点是什么。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我到底要不要背单字。我个人的建议呢，如果你的多益程度有超过800分的话，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在写题目的过程中把不会的单字记录下来。如果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去背学术英文单字，因为雅思说到底还是一个学术英文的考试，该有的单字量就是摆在那边的实力。多看杂志和英文也是有帮助的。前面都是讲说听力和阅读，我大部分都是靠我自己。那接下来讲讲老师帮我很大的地方。Writing 的部分呢，分为2题。Task 1的部分就是分析图表，你会看到有折线图、长条图、圆饼图、表格、地图或是流程图，有时候甚至会遇到2个合并的图表。第一个要抓的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可能是某个项目或某个国家在某一年超过了谁，或者是它大增或者是大减，都是一个很好抓的地方，就可以用 dramatically increase or decrease 去写。或者是像说给你一个机场改建后的地图，可能是新增了跑道，把咖啡厅拿掉， gate 和 gate 之间的距离是缩短还是变长，你可以写改建前后的差别。我自己最后整理出来呢，第一段你就先改写题目，然后写题目要呈现什么。第二段呢，就是写说最明显的变化。第3段呢，就是开始写说这个主要的细节是在可能是某个国家在哪一年大涨到哪里呀，某个国家在哪一年突破了谁，然后成为第1名。第4段呢，才是写剩下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小细节。基本上第一题是不需要 conclusion 的，你只要把图上有的都写完，字数控制在150、160左右，这样就没问题。多写也不一定会有好处，很重要就是你会压缩到你写第2题的时间。第2题呢，就是讨论题，题型会有赞成、反对啊、正负面影响、问题解决跟双边都讨论的题目。真实题目可能会是说，领导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国家的资金应该要投资在专业的运动员上面，还是分下去给一般民众？或是说青少年犯罪增长，你觉得原因是什么？然后那可能可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遇到正反面题目，我会把2边的理由都先写出来，比较过后呢，你有时候觉得可能你支持某项政策，但是反对比较好写的时候，那你就要写反对，不要跟考试过不去。第1段的话呢，就是写 intro。第2段我会先写我不赞同的那一边，第3段呢才写自己赞同的那一边，然后用 however 开头。虽然前面的立场有一些好处，但是你接下来要说的东西更好，这样子。最后一段呢，就是简单的用2句话去总结说你的立场跟理由，这样就会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大概要250个字。稍微要注意的点呢，就是你的理由要有举例说明，这是我一开始遇到的难点。要加强这部分的话，你可以从生活中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问自己说为什么。比如说火力发电厂会造成严重的空污，如果盖核电厂的话，你可以减少空污，但是你要承担辐射外漏的风险。你会支持盖核电厂吗？那为什么？为什么很重要。时间上的话呢，一开始就先不要计时，但考前要把速度拉到第1题要在20分钟内写完，第2题40分钟，前3分钟让你列架构、想理由跟举例，这样子写才比较不容易跑偏。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的模板，写久了你就会有自己的一套 pattern，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每一段你的开头要怎么写，内容大概要放什么，结尾要怎么写。Speaking 的部分呢，要知道雅思会定期换题，每4个月换一次，所以如果你想要降低遇到换题的风险，建议不要在1月、5月跟9月的月初去考试。口说一定要去看雅思哥，那边题目的呈现呢，就是跟你在真实考试会遇到一模一样。口说分3题，然后2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会是比较轻松的对话，考官可能会选一个题目，像是 about reading， 他就会问你说，你常看书吗？你常买书吗？你小时候看比较多书，还是现在看比较多书？记得回答不可以是简答，不要句点考官，
你句点他，他就句点你哦。回答问题之后呢，你可以说一些其他的补充。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常常买书吗？你可以回答，对，我常常买书，因为我喜欢收藏我喜欢的书，而且我喜欢翻书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喜欢书的味道，你也可以说没有，我不常买书，因为我比较喜欢看 YouTube 来吸收知识。就算要买书呢，我也习惯买电子书，因为这样子比较环保。基本上的公式就会呈现说我觉得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第二题呢会给你1分钟准备，需要比较深的描述，你要讲2分钟，最少要讲超过1分半才不会被扣分。题目我会放在这边你可以暂停想一下，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你想要去的国家是哪里？包含是哪一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现在有什么认识？你也想要跟谁去？最后为什么想去？好，那我们一起来完成看看。我会在笔记上写下冰岛交换 Insta picture， 然后爸妈跟体验文化，这样子呢1分钟也差不多过完了。我会这样说 The country I would love to visit in the future is Iceland.During my exchange program in Sweden, I had a chance to explore many Scandinavian countries, but Iceland is the one I haven't visited yet. And I have seen so many breathtaking pictures and videos on Instagram showing its black sand beach, hot spring, and northern light, which makes me really want to experience in person. I would love to visit Iceland with my parents.Because few years ago, my dad told me that he wants to do a self-driving trip around Iceland. I really hope I can take them there and fulfill this bucket list dream. It will be an amazing experience to explore Iceland's nature wonders together. Relax in the famous Blue Lagoon.And even stay in glass igloo to watch the aurora. Apart from the scenery, I'm also interested in Icelandic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country has a fascinating Viking heritage, and I'd lov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by visiting museums or talking to locals. Most importantly, I believe this trip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explore a place that feels almost like another planet. So Iceland is definitely at the top of my travel list. 大概会是这样，但要练成这样呢，我也花了很多的心思跟时间，因为一开始很容易会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停顿在那边。如果要我的逐字稿的话呢，就是在下面的连结记得去领取。第3题呢，就会是用第2题的主题去延伸讨论，在跨国企业工作的话有什么优点，建议呢至少都要2个理由加上例子来回答会比较好。像是出国旅行对年轻人的影响是什么啊？你可以说第一，可以让他们更有国际观，然后打开视野嘛，因为体验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习俗，可以让小孩变得 become more open-minded。第2个呢，就是你可以增加小孩的独立性跟环境适应能力，让小孩去处理旅途中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好，那最后就是总结跟我的分数公开啦，可以给大家看我的成绩单。最后我的听读说写呢，分别是7、8、6.5、6.5，这个成绩呢是交换之前就拿到的，所以学习模式完全可以套在你身上。考雅思虽然找老师会比较快，但是读书这种事呢，大部分还是靠自己。老师从来不能保证说你可以考几分，因为考试当天的突发状况太多了，可能紧张，可能下雨让你心情不好，或者是肠胃炎。我自己考试当天身体就会自动的变紧张，可以做的呢就是前一天早一点睡，然后不要吃太辣太咸的食物，然后也不要喝酒，考完再喝就好，考完再喝好吗？考试的时候呢，要你放轻松基本上是不可能，这我知道，能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尽量保持专注。其实我原本的目标就是7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考到，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去英国的 Sheffield 大学交换，那它的门槛就是开的比其他学校还要高，它就是写一个7，最后看到成绩然后拿到7分还是很开心啦。至于为什么后来跑去瑞典呢，那我们可以下支影片再聊。记得分数呢是运气加实力，考不好你永远可以再考一次，只要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好啦，有点
有点贵就是了。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考试顺利啦。记得要领取影片的重点整理或者是口说跟写作的范例档案呢，都在底下的资讯栏。考试当天精力应该放下一支影片再讲，要不然可能会太久。如果你还有想要知道什么或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有考到好分数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See you in the next one.